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从洛登古村出来之后，我就马不停蹄的来到了怒江，身后这里呢就是怒江。怒江啊，在云南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，与澜沧江还有金沙江称之为三川并流。这个在地图上看的是非常明显，就像一个川字。这里是我们来到怒江的第一座城市卤水，大家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座城市呢也是相当于建在一座峡谷当中。这座峡谷呢，就是举世闻名、世界闻名的怒江大峡谷。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怒江啊。从这里到丙中洛，一直是沿着这个峡谷通行的。我的目的地是到丙中洛啊。然后这个城区呢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房屋呢比较新、比较气派，这里应该是新城区。一直往前走呢，就是老城区。整个卤水呢，就是建在怒江的两侧。这座城市感觉跟云南的孟津县很相像啊，因为它算是一个南北长、东西窄。我们看地图能够看到，这一座城市其实南北的话是相当窄的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很多房屋是建在山坡上面。因为一个峡谷的话，它面积不会太大。卤水市呢，也是怒江州州府所在地。它里面呢居住的白族、怒族等21个民族啊，少数民族人口占总的大概是89%。你来到了云南，真的是随时随地能够见到各种民族。我之前看一个视频，说6、7个人聚会，结果呢就是6、7个民族。由于这个城市是建在峡谷当中，里面的道路相对来说窄一点，不好停车，并且呢，我这个车相对来说又长又大，所以我就没有进城，只是在219国道这样看看这个卤水市。整体看起来环境是非常不错的，城市建设也挺好。卤水呢，其实也可以说是2山夹一城，2山夹一江一城，一山分4季，隔里不同天。独特的气候使卤水呢拥有比较丰厚的自然资源，特别这里的森林呢非常茂密，也可以称之为植物王国。不过有一点呢，就是卤水呢它是处于山谷的底部，到了夏天极为闷热，也是怒江大峡谷中最为炎热的地方。要到丙中洛才会好一点。我是准备沿着怒江而上，到达丙中洛，然后穿越德贡公路去德清，到了那边就舒服一点了。从德清，然后去香格里拉、丽江、大理，这样往回走。从卤水出来之后，大概2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，环境非常好啊。我今天呢就车停在这里，并且在这里露营，因为这个地方算是一个驿站，有洗手间、有水，关键呢还有淋浴间，这个完全是跟高速服务区一样的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高速服务区都没有淋浴间。关键这里呢，吃的也有一个快餐连锁。刚才下了点毛毛雨，等一下呢，不知道会不会下大的。我听旁边的工作人员说，如果下完大雨之后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彩虹啊。这里呢，算是怒江大峡谷刚进来一点，还不是很深。如果我们沿着怒江而上，越往前走，能够看到怒江的那个深度啊是越来越大。怒江大峡谷呢，是在喜马拉雅地壳运动中横断山脉，被强烈的那个抬升或者断裂沉降，又受到东西应力的巨大挤压，而形成峡谷纵裂的奇特地貌。怒江大峡谷在云南段长达300多公里，平均深度是2000米，最深处的在丙中洛，到时候我们会去看一看。它被称之为东方大峡谷。可以这样说，整个怒江大峡谷呢，幽静深邃，奔腾咆哮，令人震撼。怒江大峡谷山高谷深水急，它在怒江州北部最高海拔的地方是1400米，南部最低的是700米，北高南低，落差极大，所以才说卤水这边比较炎热。江水呢以每秒6到7米的流速奔腾咆哮而下，在整个这一带呢有70多处急流险滩，在有些江段浪高能够达到1米多，涛声轰鸣，昼夜不息，好像连见暴雨的声音。在稍微平缓的江段呢，下面还有暗礁，所以整个江面呢有巨大的波形、条纹和漩涡，有些吓人，其实一路都能够看得到的。怒江大峡谷有2个显著的特点，它既是世界第一，也是世界第二。如果按照峡谷的长度来讲，它是世界第一，从西藏的班公湖到达卤水市大概是600多公里，
如果再往下延伸，就是700多公里，是科罗拉多的2倍，那个是美国的一个大峡谷。如果按照峡谷的落差来讲的话，它是世界第2，它是4000多米，而雅鲁藏布江呢是6000多米，那个美国的那个峡谷呢是第3，所以怒江峡谷从落差以及长度就能够体现得出来它的非同凡响，不一般。怒江大峡谷也有别具一格的美，它奔流而下，一泻千里，它狂涛巨浪，汹涌澎湃，塑造了险峰怪石的奇美。就是说，这个峡谷呢，你很多美好的词都可以形容在这里。它是当之无愧的生态之谷、自然之谷、文化之谷和历史之谷。在怒江大峡谷两岸还居住着很多人，你看对面还住了好几户人家，非常靠近江水呀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通公路？在怒江两岸到现在有一些村落呢还没有通公路，比方说丙中洛附近的有一些村落呢就没有通公路，必须把车停在国道旁边，你走过去，一直沿着怒江而上，现在来到了一个宝藏之地。之前我们去金沙江看到有一个虎跳峡，而在怒江这里呢有一个老虎跳。说到这个名字呢，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峡谷在这里非常窄。在金沙江的虎跳峡那里中间呢有一块石头，而这里呢同样是有石头，两者是非常像的。江边怪石嶙峋，中间这块黑色巨石却稳立江心，虽然常受到激流冲撞，却傲然不动。在这个两侧的石壁啊，高度达到1500米，也就是说这里的峡谷深度1500米。这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怒江版的虎跳峡。在怒江大峡谷一路都能看到这种观景平台，算是能够很好的观摩怒江啊。这个比其他地方是吧圈起来好多了。在旁边的巨石还修了一条栈道给大家观赏，所以我觉得怒江这一带是做的挺好的，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。我们用眼睛看比在视频里面看还更震撼。可能很多人很少见到这种波澜壮阔的江水啊，算是又打卡新的地方。看看波涛汹涌，波澜壮阔啊！这还有人走到怒江旁边，其实我不太建议。首先石头是滑的，然后这个江水一直在冲刷，感觉不太安全。特别是有一个人站在这个位置，这千万不要成为幸运观众啊！我在怒江大峡谷，也就是219国道行驶的时候啊，看到路上有很多标识台，各个景点都写了。那在这里呢，看到一个飞来石。那一般说飞来石，可能是从天空中飞过来的一块石头。我们就来看看这块石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大自然其实是有很多神奇的地方。那块石头就在上面，本身这个下面呢，就是一座石山，我们常说的磐石。那磐石上面又加一块石头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这块石头相当的巨大，它是一个不规整的石头。你看这边有点像刀劈开的一样，就很光滑，而到了旁边呢，就是凹凸不平。整体的高度大概是8米，宽度的话4到5米，非常巨大呀。那么这块石头，它可不是天然在这里的，而是某一个晚上，突然就来到了这里。你看，这里是有很多房屋，这里算是一个三合院。在上个世纪呢，这里是当时旁边学校的老师宿舍，就是说这里住了一些老师，他们是女老师的宿舍。在1983年3月19日凌晨2点半的时候，这些老师正在这里休息，突然呢一声巨响，老师们以为是发生地震了，所以马上打开门，结果呢看到院落里面有一个庞然大物，就是这一块石头。当时他们吓一跳啊，特别是住在这边的老师，他们发现石头挨着那个房屋呢，所以他们就赶快想跑出来，从后面窗户爬出来。在那个时候，这附近的老师呢都睡不着了，因为这样一块巨大的石头凭空而来，他们有点吓到了。
从这个方向看这一块石头，感觉有点像正方形；在旁边看的话，像一点锥字形。那第二天，附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宿舍啊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。那么首先就得想办法知道这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。正常我们会想到这块石头应该是附近的大山跌落下来的，因为这里属于怒江大峡谷嘛，两侧呢都是高山。那当时呢就去附近找，结果呢翻越两边的大山呢都没有发现有那个石头跌落的痕迹。那后面呢这里就惊动了一些专家，他们就来考证这块石头是怎么来的，什么材质。结果呢，专家带着仪器在这附近找，专家也没有考证出来。所以说这块石头到底从哪里来的，到现在也没有解释得清楚。正常来讲，肯定是两边山上滚落下来的，但是找不到痕迹。确实是非常庞大，高度大概是8米。可能一开始大家感觉不出来这个石头有多大，但是当人站在这里，就能体现出来了。天壤之别啊！人站在这里非常渺小。按照考证，这个石头重量的话大概是500吨，也就是我们说的100万斤，相当于是一个巨无霸。如果我蹲着的话，就更渺小了。你没仔细看的话，都不知道人站在这里。反正啊，我猜想这块石头如果真的是飞来石，应该就是山上滚落下来的。如果不是飞来石，那就是很好玩了。只不过呢，有一些传说在这里呢称鸳鸯石或者夫妻石，就是说这块石头跟下面这个磐石，就是这座石山，是一对夫妻。他们以前是分开了，然后呢，后面呢由于相互思念，就这块石头飞过来了。当然，这是为了这个石头有一个美好的寓意，可能是一种传说。那么大家觉得这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其实啊，我还有点疑问。你如果真的是100万斤的石头，它从空中掉落下来，应该不会只是这个样子，应该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坑。大家说不是？是不是？同时呢，这块石头如果是真的从哪里飞过来的，它只靠着这个房屋，那这个是不是运气非常好呢？大家觉得是不是如此？从1983年到现在，差不多40年的时间，这块石头一直屹立在这里，是不是非常神奇？而且呢，这块石头掉落到这个三合院当中，只有这一块碰到了这个瓦片，也算是轻轻的触摸到了墙壁。这个真的是非常凑巧啊，也算是非常幸运。这个房屋大家看起来是很新，应该是经过修缮的，当时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有人还写了一些东西，不过看不太清楚啊。看完了飞来石，我就继续沿着 I29国道前往丙中洛。在那里呢，我们能够看到怒江第一湾以及人间仙境丙中洛，还有茶马古道等等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。下个视频我们丙中洛怒江第一湾见。